史前生物三眼恐龙虾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2年半前，天上在自家储藏室找东西的时候，找到了这么一种小玩意儿。这是10年前自己网购的一个小东西，活化石饲养套装。当时一股脑买了一箱，一直没有拆开过，因为时间太久，天上自己都忘了这玩意儿到底是啥了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孵化3眼恐龙虾的套装。3眼恐龙虾脸上长了3只眼睛，记忆里也就二郎神可以跟他匹配一把了。学名加蓬后虫，又称马蹄管子、王八盖子、翻车车、屎壳郎仔，是已知的唯一在中国发现的一种后虫，最早出现在3亿年前的古生代石炭纪。在经历了恐龙大灭绝之后，都能存活下来的物种。包装里面有一个盒子，盒子里加满水，还有是包调料一样的东西，视线下面还是先放调料呢，不是红烧牛肉的天上不喜欢吃。这几包分别是虾蛋、饲料、营养剂和木屑。先把木屑放入水中，然后加入营养剂，接着用送的小圆瓶接一些水，把虾蛋倒入瓶中，盖上盖子，晃动100秒，摇一摇，扭一扭，泡一泡更好吃。因为虾蛋的壳比较硬，加水摇匀后方便恐龙虾的孵化。把卵倒入水中，这样一个氧化石的缸就开好了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给它放窗口或者开灯，促进虾蛋的孵化。5天后，天上琢磨着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也该有点动静。水有点浑浊，2大眼珠子瞪地溜圆，也没看到任何生物。不过这倒是符合天上的心理预期，毕竟10年前的东西。可是突然看到这里有像白线一样的东西，这好像是水霉菌。刚出生的小虾，如果被水霉菌缠住，就活不下来，那只能用这个办法了。用一个非常细的鱼捞把水排除，然后用干净水反复冲洗，这样也会刺激虾蛋的孵化。毕竟这一盒玩意儿价值人民币70-80块呢，也不能轻易放弃。挫折才是人生的调味品。天上又买来最新版的恐龙虾孵化套装，同时孵化，看看哪个最先孵化出恐龙虾来呢？1周后，神奇的事儿发生了。新买来的绿色孵化盒里有东西在动，小恐龙虾诞生了。在接下来1周里，这小卡拉米每天都会脱皮。此时的营养和水质对它来说都是个考验。把孔雀鱼卵研磨成粉末，倒入82年的矿泉水，用吸管滴到水中。因为各地的水质不同，之所以用矿泉水来孵化，是因为自来水的水质各地不同，而且也有管道2次污染的风险。每天要把小卡拉米没吃完的饲料吸出来，避免时间久了破坏水质。水少了要补水。10天后，5只大虾还都活着，这小小的身影让相机都无法对焦，不过也已经看出可爱的模样了。13天后，恐龙虾每天都会变大1圈，这突然出来一个特别大的，这肯定是个吃货。不过这次数了一下，少了1只虾，可能是脱皮过程没有进行完整，就夭折了。他逃过了恐龙灭绝的年代，却没逃过自己的命运。看一下这10年前的虾蛋，这看了个寂寞，盒子里还是没啥动静。这次天上改变方法，把水完全排掉后晾干虾蛋，通过环境变化来刺激虾蛋，哪怕是孵化出1只来也算赚了。绿色孵化盒里孵化出的恐龙虾转移到了更大的繁殖盒里，这时候也许是最可爱的大小。这只是4只中最大的1只，它挺喜欢水草的，另外几只躲在水草里，不仔细看还就看不着了。仔细看这造型，这个动画片的主角确定不是看了恐龙虾想出来的吗？15天后，天上把盒子里的水草取了出来，因为水草的存在有时候会影响恐龙虾们的行动。这只老是它们里面成长最慢的1只，可能是某一次脱皮不顺利吧。甲壳的形状也不是圆形，也许活不了多久。这史前生物的饲养属实也是史前高难度，老是外骨骼没有完全长好，始终是没熬过青铜段位。我们中国恐龙虾早就集体补过钙了，就差一步，老是没来得及给你们一本宠物界补钙，你就差一步。二哥和老三倒是活蹦乱跳的。17天后，老大的尾巴上还有脱皮残留的物质，要不要帮他一下呢？想了想，
自己手残的水平还是算了。二哥和老三也都分开单独饲养，这是他刚刚脱下来的壳吧？看到这壳这么完美，天上就放心了。老三虽然小了点，也在顺利的成长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10年前的恐龙虾卵能不能孵化出来呢？好了，本期恐龙虾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半前，天上在储藏室找到了10年前自己网购的3眼恐龙虾孵化套装，经过了17天，居然孵化出了恐龙虾宝宝。它们在慢慢的长大，37天后，这只是老大，也是后来新买的恐龙虾卵孵出的第一个宝宝，也是长得最大的一个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活蹦乱跳，玩累了就会躺着休息。老二，这咋回事？原来是脱皮后累坏了，而且最近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现象。39天后，10年前的卵孵出的恐龙虾，在这个铺了水草泥的缸里饲养，总共4只，成长的还算顺利。老三BBQ后，他产在孵化盒里的卵，自然孵化出了2只小恐龙虾。不过那2只小恐龙虾没多久后也BBQ了，会不会是这水有问题呢？随着产卵数量的增加，那必须得让他们的下一代顺利成长，恐龙虾的数量才会慢慢增加。希望老大能活过60天，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80岁。好家伙，老二突然也BBQ了。这个沙子中也存在着很多他埋下的蛋，天上想把他们培养长大，造物主还是很公平的。虽然这恐龙虾卵可以在物种灭绝中存活下来，经历至少25年的治愈期，但是它们的生命周期却如此的短暂。对于在水草泥中长大的这些恐龙虾，它们的生活就是吃饭、挖洞、产卵，反复进行这枯燥的3点一线，好像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繁衍生息，和人类一样，除了体会生存的过程，而所谓的意义好像就是没有意义，去爱、感受并享受生活。这么仔细一想，老二不是BBQ了，而是被分解化为各种元素，又进入了自然界，也算完成了不断的循环。他们喜欢吃的还是红线虫，扔2坨给他们，不用担心会剩下。这几个小吃货都会吃得干干净净，还喜欢边吃边玩，这性格还真是像小孩子。40天后，天上发现这小卡拉米趴在水草上，这好像是在吃水草。今天还没有喂食，看来这家伙饿坏了，得做什么都吃。10年前的卵马上就要孵化1个月了，水草泥上有很多白色的点，其中有一些可能就是他们下的蛋吧。这时候的老大相当于53岁的人类，虽然游得挺好，可是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只。41天后，这是咋回事？原来是刚脱完皮，青春不在，不能不服老。年龄越大的恐龙虾，在脱皮后就越没力气，也只能躺着休息一会儿，可能折腾的精疲力尽了。大约过了2个小时之后，他才缓过来，可是动作变得非常缓慢。天上好像有了不祥的预感，这些10年前的卵孵出的恐龙虾还处在青壮年，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。到了晚上，还是被预感猜中了，老大也BBQ了。孵化盒里过滤出了非常多的蛋，可能是在脱皮的过程中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体力无法恢复，精疲力尽。老大留下了这么多的子孙，大约有100多个蛋，可是这个孵化盒里一只小恐龙虾都没有出现，非常抱歉，没有让它活得更久。天上洗了半天底沙，仔细看了下，里面还是有漏网之鱼，放了一晚上变成了干的虾蛋，再加上水，会不会促进虾蛋的孵化呢？我第一个虾，居然真的发现了孵化出来的恐龙虾宝宝。看来这干燥了半天，却促进了虾蛋的孵化，而恐龙虾们直接在水里埋进沙子里的蛋，却一直没孵化出来。也许这就是问题的答案。搞清楚原因之后，虾蛋孵化的成功率提升了很多。45天后，这些小卡拉米没事儿就在挖水草泥，这样水质一直很浑浊，因为不能让水流变强，所以过滤能力也没办法提升。不过这样倒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刚出生的小虾。这些小可爱们延续了上一代的生命，当他们啃水草的时候，天上就知道他们饿了。55天后，第2代的小恐龙虾都长这么大了，满缸都是小恐龙虾。New home. 好了，恐龙虾的故事就讲到这，我是天哥，
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半前，天上在储藏室找到了10年前自己网购的3眼恐龙虾孵化套装，过了10几天还是没有动静。17天后，我的妈，奇迹终于出现了，已经有小卡拉米在跳动，这让天上喜出望外。不过天上好奇的是，这水面上的木屑到底有啥用呢？再来看看这孵化盒里的3姐妹，老大身子的颜色越来越深了，从水面上看可是半透明的，像鱼又像虾，补不细长，好像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生物。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3兄弟，坐下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二哥挺喜欢活动的，边吃边运动，这也不长肉啊。21天后，老大这游泳的动作也太帅了。10年前孵化盒的小虾们还在健康的生长呢，他们睡了10年，醒了难免会有点头晕。如果人类掌握这个技术，那可就厉害了。老三游得更快了，一直盯着看，看的天上都快晕了。二哥也在慢慢长大，身子的颜色也变黑了。老大又脱皮了，那不得给他奖励一个新家，底部铺上小石子。老大进去就开心地探索了起来，这些小石子都是洗干净的，对水质不会有大的改变。观察了几个小时，老大没有什么不适应的。好家伙，这是产卵了，这是谁的孩子？天上连忙查了一下资料，原来这家伙是雌雄同体的，只要有一只就可以复制出千千万万，只需要2个星期，他们就长大成人，有了繁殖的能力。这可把天上羡慕坏了。老三也终于长大了一些，不再是小卡拉米，可是他成长的也太慢了，难免让天上有点担心。喂食量加大，所以换水也得更勤快。感觉二哥也快产卵了，不过这雌雄同体的生物得叫他哥还是姐呢。23天后，10年前孵化盒里有了5只小卡拉米，他们度过了前期最经不起折腾的阶段。老大在悠闲的生活着，卵还在身上耷拉着，还没有要产卵的迹象。仔细看了一下，他肚子上的卵好像消失了一些，可能散落在鱼缸底部了吧。二哥也快产卵了，是时候给他选一个合适的产房，给10年前的孵化盒打扫一下卫生，用吸管吸出垃圾和一部分水，然后补上新水。水质变化大会导致团灭，所以得小心再小心。25天后，10年前的孵化盒时间久了，水面会有些油膜。之前就看这木屑挺没用的，实际上也看不出有什么用，直接连木屑带油膜一起舀出来。天上的二哥搬到了宽敞的新家里，家里铺满了细沙。二哥长大了不少，对于水质的适应能力也增强了。老大这眼神可爱中带点惊悚，惊悚中带点搞笑，我该怎么形容这家伙呢？就像橘猫小虎叫。老大会不会长得更大呢？他们的寿命一般在60到90天，和人类对比，在他们的维度里，是不是可以叫做度日如年呢？老三也长得不小了。26天后，10年前的孵化盒里5只小恐龙虾也快变得拥挤，二哥好像也完全适应了新的环境。天上尝试喂红线虫给恐龙虾吃，这种是冰冻红线虫。之前天上有介绍过这种虫子，是小鱼小虾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。不知道这活化石在1万年前见过这东西吗？老大靠近红线虫，开始了他的捕食行动。天上期待的威武霸气的史前生物捕食画面，怎么就翻车了呢？难怪外号叫翻车车。给老三的家里涂上了黑色的沙子，你搁这挖啥呢？你也不是仓鼠啊！原来他也要生了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不久后他就可以见到他的孩子了。28天后，10年前的孵化盒孵化出来的恐龙虾也出现了个体差异，也得给他们做好搬家的准备。二哥也在不停的挖洞下蛋，不过他的孩子还没有孵化出来的迹象，只好耐心等待了。可是第2天意外发生了，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老三 BBQ 了，原因是我不知道肚子上还有没产完的卵，黑色沙子里有很多老三产下的卵，他们会不会孵出小宝宝来呢？祸不单行，10年前的孵化盒里的小虾有一只因为脱壳也 BBQ 了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。天上连夜给他们安排了高档公寓，底部铺水草泥，过滤系统也整上，水流很弱，适合他们生活。不过这小卡拉米好像有点挖不动，是咋回事？你想用泥巴把自己种起来？好家伙，你这是使出了拉粑粑的力气，在挖洞，
这小家伙也已经抱卵了，透过甲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卵。每次刚脱皮完后，老大都喜欢躺着，半小时后才会恢复正常。32天后，老三的家里出现了新的生命，看起来像丰年虾的小时候。这苹果螺是一种挺便宜的观赏螺，而且它繁殖的速度很快，也可以作为小型鱼的食物。把它扔给恐龙虾，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啊！咬住了，好像不喜欢吃，被另外一只抢去了，它又有点后悔。能被活化石看上的食物就偷着乐吧，它都这个身价了，怎么就不能原谅呢？那这苹果螺的档次不知道提升了多少。两个人一起吃，好吃的都快起飞了。天生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和人类寿命换算，恐龙虾的60天相当于人类的80岁，那么32天的它相当于多少岁了呢？好了，本期恐龙虾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